好，今日講一個叫費沙方程式。點解會有一個概念出現呢？就係通常係講緊一啲投資嘅。假設我有100蚊現金，我要簽一個合約，假設1年啦，咁我會考慮啲乜嘢啊？咁第一樣嘢我會考慮嘅叫通脹率先咯。咁點解叫預期啊？因為未發生噶嘛，我簽合約嗰陣時，我估啫嘛，1年之後收翻啲錢。P 即係物價啦，E 即係 expected 啦，我估嘅啫。咁我有冇賺啊？其實係冇㗎喎。1年之後我收多5蚊，因為通脹嘅關係，下年嘅嘢咧要105蚊先買到啦。咁其實我收翻105蚊咧，我係冇着數嘅。咁呢個只不過係物價嘅補償嘅啫。好啦，要真係有得益嘅話咧，我要額外加多3%。意思即係話扣完通脹之後咧，我應該仲有3% 嘅回報。咁呢個咧先係實質嘅得益。咁所以傾好咗之後，我就真係簽啦。咁所以總回報咧應該係8厘。咁其中咧5% 咧只係補償翻價格嘅損失，而實際嗰3% 咧先係我真正嘅回報。咁兩個加埋咧，我哋有個名叫名義利率啦。好啦，簽咗之後咧，我哋話就定死咗噶啦，因為簽咗名冇得改。OK，咁所以上面畫一畫啦。好，咁如是者1年之後咧發生咗咩事？假設有非預期嘅通脹，即係咩意思啊？A 即係 actual 真係發生咗啦，1年之後埋單啦，原來實際嘅通脹係7%，不似預期。咁代表咗啲乜嘢啊？好啦，1年之後我跟翻個合約啦，冇問題啦，履行翻，咁我收翻8%。咁但係影響咗我啲乜嘢啊？就係啲8個唔喐嘅 percent，扣咗真正嘅通脹率7%，其實我實際落去咧，實質嘅利率即係實質嘅回報咧，即係得翻1%。咁我哋話咧，如果通脹係非預期嘅話咧，我哋就會產生一個損失啦。咁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嘅，如果有非預期嘅通脹咧，揸住錢咧係有損失，因為購買力下降。不過今次咧，我哋就用利率呢個概念去講翻同樣嘅嘢咯。所以話我哋揸住現金其實咧都幾麻煩下嘅。雖然現金喺名義上係唔會變，100蚊擺10年之後，名義上都係100蚊。但係人最關心係乜嘢啊？點解我100蚊會開心啊？因為佢買到嘢啦嘛。OK，其實咧人係最關心實質嘅，揸住錢係因為佢買到嘢。但係由於有通脹嘅關係，就算你將錢放咗落櫃桶底，你發覺咧仍然係有損失。點解啊？因為有通脹啦嘛，1年之後你買到個蘋果咧，仍然係少咗1忽嘅，嗰1忽咧我哋就話購買力嘅損失。咁我哋買少咗嗰啲係由通脹造成嘅，所以咧現金嘅實質回報率，即係實際上買到嘅嘢，就係少咗個5%，就係通脹率啦。嚟多次，實質嘅意思即係講緊個購買力，通脹5%，即係我哋買到嘅嘢咧就會少咗5% 咯。呢個就係現金嘅實質回報，所以係負數嘅，因為有通脹嘅關係。咁第二個概念就叫現金嘅成本。成本嘅意思即係話總共放棄咗啲乜嘢。跟翻頭先最初嘅例子，我哋揸住100蚊嘅現金咧，其實損失都好大嘅。除咗俾通脹蠶食之外，我哋仲冇咗投資嘅回報，所以總共係冇咗8厘嘅。其實即係講緊個名義利率，冇咗實質嘅回報，加仲要俾通脹蠶食，呢個就係持有現金嘅總成本啦。好啦，根據翻頭先講嘅嘢，我哋睇下識唔識做一啲 past paper 啦。下邊嗰題 MC， 或者同學停咗個畫面睇下識唔識做。咁啱啱講完應該唔會錯嘅。現金嘅成本即係總共放棄咗幾多，就係嗰個名義利率啦，1% 咯。好啦，實質嘅回報即係講緊嘅通脹率，通脹率令到回報變負嘅，所以負3%，所以正確答案應該係 A 啦。咁同學如果唔識嘅話，通常係隔咗比較耐咗就唔記得咗啦。所以一般情況下咧，揸住現金咧都係唔着數嘅，除咗一個情況。咩情況啊？好啦，除非物價下跌即係通縮。點解揸住錢會着數啊？因為個購買力高咗咯。
就算你100蚊抌落櫃桶，1年之後，咦，啲嘢平咗喎，咁你實質買到嘅嘢咪多咗咯。咁我睇睇以下嘅情況啦，下一題。好啦，用翻我之前嘅例子，點解我簽合約嘅時候，我會要求名義利率係8厘啊？因為其實我想要3厘啫嘛，實質回報，另外加多5厘係因為有通脹啫嘛，所以先至要加到8厘。其實我扣完通脹之後呢，我淨袋只係3厘嘅啫。咁但係今次如果有通縮嘅話，我嘅合約會點樣定啊？好啦，我實質回報只需要3厘，但係物價呢又跌咗2%，其實我雙重得益嘅喎。所以簽合約嘅時候呢，我只需要定1厘就得啦。意思即係話我收咗1厘嘅回報，1年之後再加翻購買力嘅增加，正正呢就等於我實質3厘嘅回報啦。咁我哋正正睇到呢，實質嘅利率呢係高過名義嘅利率，亦都符合咗呢個講法。咁最後呢 part 呢，其實之前講過下嘅，就係話突然間有通脹，估唔到揸住錢嘅人呢，佢就會損失，個原因呢就係購買力下降。不過考試有陣時咧會用一啲利率啦、通脹率嘅概念咧嚟解釋點解會有損失。即係我最先講個例子咯，簽咗合約之後突然間有通脹，咁我嘅回報名義上扣翻通脹之後，我實質嘅回報咪少咗，咪即係有損失咯。其實都係同一樣嘢嘅啫，講緊。咁我哋就睇下呢題 past paper。好啦 ，A part 就好指明嘅，一定要比較，相對揸住100蚊現金，你攞啲100蚊去買債券，有啲咩優點？咁第一個優點好明顯啦，就係話有回報啦。咁題目講係4厘嘅，咁你如果100蚊擺咗落床下底呢，係0回報，即係話揸住債券1年之後你有104蚊，但係你揸住現金1年之後呢，都係得100蚊嘅啫。好啦，跟住但係債券有咩缺點啊？你諗下，明明揸住現金冇回報，點解你都揸住現金呢？現金有咩好處啊？我哋話債券一個缺點就係流動性低。咩叫流動性低呢？即係你要變翻做現金呢，第一你要等年期啦，債券有年期，等佢熟翻啦，俾翻個本金你。如果你再等唔切嘅話呢，你都要喺市場放售先至套現翻。呢種咁嘅套現嘅能力呢，就叫流動性。咁相反咧，現金本身就唔需要套現，因為已經本身係現金啦。咁所以4分嘅題目咧，你需要略為解釋下咯，就唔好就咁寫2個字咯。好，跟住睇睇 B part 呢題深少少嘅，就話呢種銀色債券嘅特點咧，你買嗰陣時咧，佢會跟翻預期通脹率去派息嘅。咁根據題目講啦，就係話咧會派4.5咯，即係話咧你買100蚊咧，1年之後咧會收4個半嘅利息。咁然之後就問你，咁你買嗰陣時預期嘅實質回報率係幾多？咁我哋用翻嗰個方程式啊。好啦，跟翻題目嘅講法，呢隻債券名義上咧，你會收4.5利息嘅。咁但係預期通脹又係4.5，咁所以1加1減扣翻之後咧，其實你嘅實質利率或者實質回報咧，最初應該係0嘅，跟唔跟到？好，呢個係0啦。好啦，第二部分就係問呢個實質嘅實際回報率，咩意思呢？就係話1年之後埋單啦，咁真正嘅實質回報係幾多呢？好啦，咁1年過去啦，咁其實佢係收到幾多啊？根據題目嘅資料呢，因為冇通脹呢，佢應該係收翻4%嘅。咁但係跟翻個公式呢，有1%嘅通縮喎。所以跟翻嗰個方程式呢，我哋實際淨袋係幾多啊？今次真係好開心啦！呢個名義嘅利率呢，利息呢係淨袋嘅4%，再加埋呢，由於物價下跌，佢實質上嘅購買力呢多咗1%，所以最後答案呢係5%，得唔得？OK，5%。
咁最後就答埋第二部分啦。根據題目，嗰個債券持有人係得益定係損失？咁答案我哋話係有得益嘅，因為佢最初收咗4.5%呢，只係啱啱同通脹打和嘅啫。我係預期冇得益嘅，扣咗通脹之後，但係到埋單嗰陣呢，我收咗4厘，再加上呢，我購買力又多咗，因為通縮啦嘛，1%，所以實際呢係收到5厘，所以答案係得益咯。咁就係話由最初預期嘅冇回報，啱啱打和，到最後呢，收到有回報不特止，仲呢喺通縮嗰度賺咗購買力嘅增加，咁所以係得益嘅。所以一個部分呢，就係問你有通脹得益同損失，再加上嗰個費沙方程式嗰個定義。咁同學如果之前唔熟嘅話呢，就其實呢部分係相當之難嘅。